想象一個吵鬧的聚會，旁邊有人正在跟你說話，隔壁那桌也在熱烈聊天，兩段對話在耳朵裡攪成一團。你的第一反應幾乎一定是不是聲音不夠大？助聽器再開大一點，是不是就解決了？這幾年聽力研究最不甘心的結論恰好是，在多人說話的場景裡，把所有聲音整體調大，根本沒有解決真正的難題。難題不是音量，而是設備不知道你想聽誰。剛剛在 Nature Neuroscience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把這件事推到了新階段。哥倫比亞大學的 Mastroianni 實驗室和幾家神經外科醫院合作，在4名因癲癇監測已經把電極放進大腦皮層的成年患者身上搭了一套會讀注意力的閉環系統，根據腦訊號實時把他們正在注意的人推到前面。這次的關鍵字不是離線跑準確率，而是實時閉環，真的把被注意的人聲推到了前面，並且讓人聽出差別。主實驗只在這4位颅內電極受試者身上做完，背景仍是受控的多人說話場景，不是任意嘈雜環境。這項研究還有一個對聽力研究特別重要的結果。另外40名通過 Prolific 招募的自曝聽力損失的成年人，聽的是這4位受試者腦訊號驅動出來的同一段音頻回放。他們不止更偏好系統開啟的版本，客觀理解收益甚至比正常聽力組更明顯。但這40個人聽到的是別人腦訊號調制後的音頻，不是他們自己帶上了一台腦控助聽器。回到你最開始那個疑問，如果設備不能只靠聲音大小來判斷你的目標，那它到底能從哪裡得到你想聽誰這個線索？答案的第一層其實還不是大腦，是一個叫做 TMR 的比例。TMR 是 Target to Masker Ratio， 翻成普通話就是你想聽的那個目標人声相對另一段干擾人声到底有多突出。就路徑是把音量旋钮整個調大，所有聲音一起變大。新的目標是只把這個比例拉開，目標多一點，干擾少一點，但整個房間的總声功率不变，世界並沒有变得更吵。對你的耳朵來說，是想聽的那個人從噪音裡浮出來，這就把問題從該調多大聲換成了該調哪個人。可是麻煩來了，目標到底是誰？光聽音頻自己沒辦法決定。麥克風只看到2個說話人，並不知道你的注意力其實一直在左邊那位。那大腦能不能直接告訴設備，你正在注意的是這條訊號？研究團隊用的工具是一種叫做 IEEG 的電極，它跟你印象中那種貼在頭皮上的腦電帽不一樣。IEEG 是把電極直接放在大腦皮層上。因為這4位患者本來就因為癲癇監測需要做這個手術，研究者在獲得同意後，順便採集到了非常乾淨的聽覺皮層訊號。這也是為什麼這項研究只有4位受試者，這個機會本身就罕見。接下來是這項研究的核心動作，叫做聽覺注意力解碼，縮寫是 AAD。它的邏輯比聽起來樸素一些，聲音傳到耳朵裡時，會在大腦皮層留下一條跟着聲音起伏走的包絡軌跡。當2個人同時說話，你的大腦會偏向跟蹤你正在注意的那個人。研究者就用一個簡單的線性回歸模型，從你最近400毫秒的腦活動裡反推出一條你正在跟蹤的聲音長什麼樣。然後他們把這條重建出來的包絡分別跟現場2段真實對話的包絡做比較，哪一邊相關性更高，那邊就是你正在注意的目標。在這4位受試者身上，這套離線判斷的平均準確率分別落在 72% 到 90% 之間，已經明顯超出隨便猜的水平。判斷出你正在聽誰之後，系統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答案變成你耳朵裡能聽到的真實變化。這就是閉環這2個字真正開始動起來的地方。系統並不是讀完一次腦訊號就停在那裡，它每 0.5 秒往前推一步，往回看一段4秒鐘的腦活動，重新算一次你正在注意誰。這個4秒是研究者刻意挑的長度，再短判斷不夠穩定，再長反應會慢到讓你出戲。每次得到判斷之後，系統會把目標說話人的聲音相对干擾說話人最多放大9分貝。但這裡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細節，總聲功率是被鎖定的。也就是說，目標被推到前面的同時，干擾會被相應的壓下去，整個聲場的響度幾乎沒變。對你的耳朵，是想聽的那個人浮上來，
而不是整個世界更大聲。為了避免增益在兩個說話人之間瘋狂跳動，研究者還加了一個5段式的 Markov 平滑，相當於給音量推子裝了一個減震，讓變化階梯式上升或下降，而不是抖。到這裡，技術鏈條已經完整了。可是真正的問題仍然沒有回答，這套設計到底有沒有讓人聽得更好？論文設計了一個直接的測試。在第一個實驗裡，受試者一開始聽到的是系統關閉的版本，目標說話人比干擾說話人弱6分貝，你可以理解成那個你本來就聽不太清的人。一段時間以後，系統悄悄打開，注意力解碼的結果開始決定增益。從關到開 ，TMR 平均提升了大概12分貝。注意，這不是音量提升12分貝，而是目標相對干擾的差距整個翻過來了，從目標弱6分貝變成目標強6分貝左右。那受試者自己感覺到差別了嗎？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有。在這4位受試者身上，他們對系統開啟的偏好率分別是 75%、75%、85%和 95%。聽完以後，讓他們回答關於對話內容的問題，理解方向也明確改善。論文裡還有一個更生理的指標，他們測了瞳孔放大，這在聽力學裡常被用來估計聽力努力，也就是大腦為了聽清楚一段話到底拼了多大的力。在2位有可用瞳孔資料的受試者身上，系統開啟的時候，瞳孔放大都顯著降低。換句話說，他們不是聽得更響，而是听起來更省力。論文裡還有一個更精細的關係，研究者發現單詞解碼的準確率每提升 1%， 這位受試者把那段聽下來時，偏好系統開啟的可能性會增加大約 4.3%。這條結果提示我們，解碼有多準，直接決定了人感受到的好壞。實驗1還有一個作者自己在論文裡承認的混雜，所有受試者都是先聽系統關閉，再聽系統開啟，順序固定。這意思是，到了第2段，人對任務本身已經適應了一段時間，所以瞳孔放大降低，理解改善裡可能有一部分不是系統推子帶來的，而是時間適應帶來的。但作者也指出，加12分貝的 TMR 提升和偏好率的幅度太大，主要收益還是要歸到系統驅動的增強。到這裡，靜止的目標固定的場景已經被走過了。可是真實的談話裡，注意力是會跳的。如果中途你突然被另一個人吸引，這套系統會不會還卡在舊目標上？第2個實驗，研究者把這個情況直接做進了實驗設計裡。一段對話進行到一半，熒幕上會出現一個視覺提示，告訴受試者：好，現在改成注意另一個說話人。系統並沒有被告知這次切換，它要靠腦訊號自己發現。結果是這樣，4位受試者從被指示切換到系統真的把增強對象換過去之間，平均花了 5.1 秒。具體看4個人，分別是 7.0、4.5、5.0 和 4.0 秒。5.1 秒聽起來不算飛快。要強調的是，這個 5.1 秒不是大腦切換注意力的速度上限，而是研究者選擇的工程權衡。前面提到的那個4秒解碼窗本身就決定了任何答案都不可能比4秒更早出現，再加上5段式的 Markov 平滑也會多一點延遲。換成更短的窗口和更激進的平滑，這個數字會變小，但代價是判斷會抖。這裡的重點不是速度，而是系統真的會跟着你的注意力換目標。可是真實的對話裡，沒人會給你一個視覺提示說現在請切換。如果你完全是自己決定要去聽另一個人，這套系統還能跟上嗎？第3個實驗最接近真實場景，研究者乾脆撤掉所有外部提示，讓受試者自己決定什麼時候把注意力從一個說話人轉到另一個。系統依然只能靠腦訊號自己摸索。結果是，系統能跟上這種沒有外部提示的自發切換。雖然樣本不大，但軌跡很清楚。每當受試者主動把注意力轉走， TMR 也會跟着翻過来。研究者還做了一個漂亮的反證，他們刻意把增益控制接反，也就是當系統解碼出你正在聽 A， 它反而把 A 壓下去，把 B 推上來。實驗中受試者立刻覺得不對勁，聽起來變糟了。這條反向實驗證明的不是系統很厲害，而是方向必須對，
所謂的感知收益，不是來自隨便動增益，而是來自準確跟着注意力動。說完 IEG 那邊，我們回到開頭提過的那40個聽力損失的受試者。他們是在 Prolific 上線上招募的成年人，所有人都自曝有不同程度的聽力損失。他們沒有帶電極，也沒有自己的閉環。他們聽到的是這4位 IEG 受試者腦訊號當時驅動產生的那段音頻，整段被錄下來，再回放給他們聽。關鍵結果是，這40個人不只在主觀上更偏好系統開啟的版本，客觀理解上獲得的收益，反而比正常聽力組還要更明顯，尤其是中度到重度聽力損失的那一組。原因論文裡寫的也老實，正常聽力的人本來就快接近天花板，能改善的空間有限，聽力損失的人離天花板更遠，所以比例上能多拿到的收益更明顯。這條結果非常容易被誤讀，他們聽的是別人腦訊號驅動出來的音頻回放，不是他們自己帶上了一台腦控助聽器。那回到那個誘惑很大的問題，既然聽力損失的人也喜歡這段聲音，這項研究是不是已經很接近一台真正可用的助聽器了？答案是還沒有，但它建立了一個過去10年聽覺腦機界面一直在追求的基準。這裡仍有4個限制。第一，這4個受試者用的是顱內電極，要讓系統真的進入普通人的耳朵，還得等更安全的低侵入或非侵入方案，把同樣品質的腦訊號做出來。第二，主實驗用的是已經分開好的乾淨聲源。雖然研究者用 CONV Testnet 這類分離演算法跑了一個對照，把已經分離過的源換成從混音裡實時分離出的源，解碼結果幾乎沒變，但真實的、嘈雜的、混響很重的環境還沒被覆蓋。第三， 5.1 秒的切換延遲是工程取捨，不是極限。第四，那40個聽力損失的人是回放實驗，不是他們自己的閉環。但這項論文做到的是把腦控聽覺這件事從幾百篇離線跑準確率的論文裡第一次推到實時閉環，有真感知收益这個門檻。他沒有承諾你明天就能買一台讀懂你想聽誰的助聽器，他做的事情其實更穩，他把這個方向從也許有一天可以變成了在最高品質的腦訊號條件下已經可以。剩下的路是把這個證明過的東西搬出實驗室，搬進那個真實的吵鬧的房間。